天早上好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ly， 现在我在新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，昨天来到了巴音布鲁克镇这边露营过夜。大家知道吗？昨天晚上特别的冷，这边白天的时候下了雨雪，然后呢晚上的温度降到了零下4、5度。我是昨天晚上穿着一件冲锋衣，还有一件抓绒睡的，但是仍然是睡不好。半夜4点半我就醒了，被冻醒的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，朋友们，我睡在我这一辆50马卡龙里面，我就感觉我就是冰箱里面冷藏的那一块肉，已经被冻硬了，朋友们。所以呢，我4点半醒来了之后，就赶紧开车里面的暖气。大概开了半个小时，车里面的温度才上来，然后才能得以舒缓过来，不然的话真的，太难受了，朋友们。昨天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露营过夜的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停车场，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景区停车场，然后这边是有充电桩，慢充充电桩、快充充电桩在那边。你看，这周围没什么车吧？晚上还是很安静的。现在车子里面很乱啊。看我这车子，我只有一张被子，这张被子是一个8斤重的棉被，但实际上不顶用啊。另外的话，我没有垫被，我就直接睡在这个床板上。这个床板是那个折叠的床板，棕榈垫的，但是嘞，直接睡床板上是不暖，很冷，加上这个被子没有任何作用啊。所以接下来我就得要考虑买装备了，比如说我要买睡袋，可能要买电热毯，另外的话还要买羽绒服、买鞋子。妈呀，我感觉接下来还有很大的一笔开销，有点烦。先收拾车子。现在车子收拾好了，准备做个早餐，拿出我的电压力锅。再拿点菜，看我的食材全部都堆在车顶上，拿个玉米，然后还有我的鸡蛋，放在我的小水桶上呢。我估计这鸡蛋都给冻硬了吧，零下了。大家看到这上面没有？都结霜了。还真是冷藏呀！你看这玉米，哎呀，有点搞笑。哎呀，新鲜的玉米就弄1根就好了，放进这个压力锅里面煮。加点水，差不多了。放上架子，然后玉米放进去。怎么放不稳呢 ？OK， 来个煮饭 ，OK 了。我估计有的朋友会说啊，这2根玉米够不够吃啊？不够吃，所以呢，我准备要去煮4个鸡蛋。但是鸡蛋呢，好像不能放在电压力锅里面，怕炸。所以呢，后面我会再用这个小电煮锅煮鸡蛋。鸡蛋煮4个是为了今天一天都有的吃，早餐的时候吃1个到2个，然后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饿了还有鸡蛋吃。这就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小聪明。玉米煮好了，现在准备煮鸡蛋。这鸡蛋估计都冻硬了，煮4个。转身，鸡蛋已经煮着啦。现在来看一下这个，哇哦，玉米，甜玉米，特别香。这玉米好甜啊，超级甜。等一下把鸡蛋煮好之后，再给自己烧个开水，冲个红糖姜水。因为今天特别冷，昨天晚上着凉了，我现在骨头特别的不舒服，应该就着凉了，所以呢要喝点红糖姜水。等一下呢，整理完所有了之后就往前跑了。这里是巴音布鲁克，海拔2500米，应该2000多米，就有点冷啊。
可能再往前走一走，去到那拉提那边。昨天因为雨雪天气，独库公路的北段封路了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疏通，因为有的地面结冰了嘛。结冰的话，一般可能下午可能能走，但是得看这个官方的通告，有点烦。希望这2天能通吧，这2天能通就 OK， 我就不用绕路。如果绕路的话，要绕到赛里木湖转一圈，大概就要900公里，将近1000公里了，不太好。真甜。吃着早餐，突然发现对面有一大群的海鸥，不知道是红嘴鸥还是什么鸥啊，反正就是鸟类。过来看一下，不知道他们吃不吃玉米啊？给他们喂一点。应该吃吧。这些海鸥好像不吃这种黄色的，就可能在它们的眼睛里面，这个黄色不是食物啊，好像它不吃。生姜水烧开了，放一点点红糖。现在是下午的1点05分了，充满电了，刚刚又开了一个小单，开心。现在准备出发。今天又听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刚刚11点多的时候，独山子那一段路呢，它就通车了，朋友们，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车，我就可以继续往前跑。今天呢，我要争取跑到独库公路的0公里起点处，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担心后面会不会封路了啊。走，出发。今天的行程是从巴音布鲁克镇前往独库公路的牦牛沟服务区，全程280公里左右。期间我们会经过巴音布鲁克大草原、那拉提草原、乔尔玛，翻越哈希勒根达坂，经过碧玉湖、天瀑，走65公里的峡谷路段，最终到达牦牛沟服务区。希望接下来一切顺利。巴音布鲁克草原位于新疆天山山脉中段，海拔约2500米的高山盆地。9月初的草原依然保持着夏末的绿意，仅草间微微泛黄。从高处俯瞰，蜿蜒的开都河呈现出独特的乳白色，如同牛奶般在草原上流淌，滋养着这一片大地。远处覆盖着白雪的山头，在蓝天映衬下宛如白了头的壮士，静静守护着这一片牧场。河畔成群牛羊悠闲觅食，牧民骑着骏马挥舞长鞭，熟练地引导着畜群的方向。虽然是正午时分，无法看到9个太阳的奇观，但乳白色的河流与黄绿相间的草原，依然形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生态画卷，让我们感受到了草原初秋的生机与宁静。来到了一处观景台，过来这边暂时停留一下，带大家看一下风景啊。这个地方能看到雪山哦，特别美。下来看一下风景，朋友们，这边是一个观景台，会有一些卖特产的，我们主要看这边。哇塞，你看这远处，这远处的雪山，哎呀，超美的。还有这下面，哇，这个是现宰的羊肉哦，应该很好吃。羊肉串。大家看近处的山，这山顶上一处一处的白色，那都是没有融化的积雪，昨天下的。好了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就我这种墨迹，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到那个独山子呢。往前开了10公里，我来到了新源县的界内，这附近就是那拉提。从这一段路开始，独库公路的景色骤然变得鲜活立体。与巴音布鲁克平坦开阔的草原不同，这里的山势起伏跌宕，
墨绿色的雪岭云杉沿着山坡肆意生长，形成了连绵的森林带。9月的高山草甸依然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野花，与渐黄的牧草交织成了斑斓的地毯。车子在峡谷间蜿蜒穿行，时而掠过潺潺溪流，时而攀爬至视野开阔的崖口。每一处弯道都能邂逅不同的景致，让这一段路程充满了视觉的惊喜与变化。前方经过若石高发区域，终于下到山脚下了。哎呦，你看这前面有好多牛啊！这大牛小牛是不愿意让路的。就看旁边的大哥来帮我开路了。哎呦，这个货车好着急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好了，可以走了。现在已经来到山脚下了，山脚下的风景非常的棒，非常的好看。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样的风景了，就是这个森林呐，郁郁葱葱的，各种各样的花草，然后真的，哎呀，这个风景，我感觉那个是我在南方的时候才看到的风景啊。我来到新疆之后，从进入南疆开始，就已经很少看到这样的风景了，都是戈壁滩、荒漠、沙漠，还有草原，然后很少看到这样的风景，一下子看得我心旷神怡呀！一大群羊咩咩正在朝我走来，我的天啊，好多呀！你看，呜咩，哟，妈呀，好多哟！右边。这么多行走的羊肉串，哇哦，可以走了，留下了满地的黑珍珠，可以走喽。穿过了那拉提，朝着独山子的方向走，接下来是几十公里的上坡路段，我们即将翻越玉溪莫勒盖达坂，海拔3200米，一路上可以欣赏到雪山、森林、高山草甸等多样景观。刚刚遇完羊群，现在遇到了牛群，一群牛大哥慢悠悠的在前面走啊！我的天啊！不要打架，算了算了，真是的，不要打架啊！这边的牛耳朵上，他们都钉了一个耳钉，然后上面有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应该就是牛主人的相关信息。我感觉这个牛里面是有领导者的，或者说有小组长，他会管理。啊！别拉屎啊！我天！赶紧走呀！来！妈呀！要不让我先走？牛啊牛！可爱的牛大哥！我是前面的第一辆车，可以跑得快一点啊，后面的车可能要慢慢走。再往前跑20公里就到下一个充电桩了啊，就可以充电了。目前剩余电量48%，刚刚爬坡爬了很久，然后下坡嘞，又充电充回来了，所以差不多就这样，也还行。我现在来到了乔尔玛，乔尔玛这边有一个烈士陵园，然后我们进里面去看一下。我现在来的时间可能比较迟了，已经关闭了，没办法进去。大家如果来到乔尔玛这边，
可以买一支鲜花去献给烈士们。这边就是烈士的纪念碑。开车经过了乔尔玛，乔尔玛这边有烈士陵园，这边的烈士都是在建造独库公路时牺牲的。然后嘞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51分了，所以呢就没办法进去了。不过呢，刚才有花了10块钱，也算是属于给烈士们买了一支鲜花。这个10块钱呢，实际上他们是用来去看望烈士的家属的。大家如果来独库公路经过乔尔玛，也可以过来看看烈士。好了，现在准备继续出发，去前面的乔尔玛服务区充电。来到了乔尔玛服务区，准备要进去充电。到了乔尔玛服务区准备充电，我结果发现这边快充只有一个，旁边有一位大哥正在充电呢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充满。然后我先用慢充来充着吧，等这个大哥充满了，让他把这个枪给我充就好。哎呦！走啦，拜拜。在乔尔玛服务区充满电后，继续向前走。接下来要翻越独库公路的第一大打板——哈希勒根打板，海拔将近3400米。这个打板位于独山子到乔尔玛之间，在今年独库公路开通期间，总会时不时封路。这段路因为海拔比较高，温度比较低，天气变化也比较大，时不时还可能会下雪，导致路面结冰。现在海拔越来越高了，朋友们，感觉越来越冷了。就是我现在戴着手套，我都感觉特别冷。看这左边，哇天哪，雪山啊！这个山顶上全是覆盖着雪，特别大，大雪山。我的天哪，你看这雪山特别近哦，正对面，超级近的，有没有？大家看我这身后，我把车停下来了，带你们看一下。你看这雪山得多近，大概也就几十米，对面就是雪山，然后上面全是雪，特别冷啊！这上面给我冻的。我刚才就是从山下一直盘，不断的盘上来的。你看这边这个雪山，这个阳光刚好照在这个山头上，但是这边呢刚好是背阴面，所以呢你看这个雪特别的白，没有化掉啊，所以呢就颜色更深一些，这个白色。你看这边，现在来到了哈希勒根隧道了，穿过这个隧道就到乌苏那地界了。哇哦，这个隧道据说昨天晚上结冰了，然后今天已经清理好，所以可以正常通车。来到了塔城地区乌苏市，翻越哈希勒根打板后，紧接着就是一段防雪走廊。这个地方很容易下雪，夏天时下雪，甚至还会在路边堆起好几米高的雪墙。从哈希勒根打板上一路下来，现在下到了湖边啊。这边就是独库的碧玉湖，算是属于一个打卡点，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哦。你看这边怎么写着个蓝心湖呢？为什么呀？难道不是碧玉湖吗？我看地图上，你看这个颜色，哇哦，日照金山。看到这个事情的朋友们，你们一定会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的啊！
哎呀，好冷哦！冰雪山下的湖泊，真的特别冷，特别冷，阴冷得很呐。打个卡，耶！晚上9点之后，天色开始逐渐变暗。离开碧玉湖，一路都是下坡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从这里开始到牦牛沟服务区，大约有20公里的沉降路段，路面起伏不平，大家要注意慢行，开得太快容易会有起飞的风险哦。而最后40公里左右的峡谷路段，周围的地质并不稳定，一路的悬崖峭壁都悬挂着铁网，以防止碎石掉落在路面，但也时不时总有一些小块的石头掉在公路上，所以在这里开车也要慢一些，注意观察，安全通行。此时天色已经完全变暗了，我只能专注赶路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，我还在弯弯绕绕啊，朋友们，还在山里面转。以后真的得提前出发，说了好多次了，但是就是没办法做到，下次一定得做到呀，朋友们。OK， 朋友们，我现在来到了今晚的露营过夜点了，牦牛沟服务区。这个服务区是有充电站的，不过好像快充充电桩有人在用，我看一下。到达途经点附近。这边貌似还有2个充电桩哟，不错不错。先过来这边把电给充满。这个是新型充电，新装的应该很快。OK 了，现在充上电了，我现在准备收拾一下车子，把我今晚的床给弄出来。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喝一口热汤真的超级舒服啊，朋友们。虽然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但没办法，我今天早上就吃了玉米、红糖水，然后鸡蛋，就一整天到现在就没吃其他的了。当然也吃了一点小零食，但是小零食也算不上什么正餐。然后晚上就是这样一个泡面啊。明天我应该能吃上好吃的啦，因为明天到独库公路0公里处，也就是多少公里？大概40公里吧。然后就往前就可以到一些县城啊、市区啊，就可以买上吃的，吃些好吃的，然后买一些露营的装备，特别像那个被子啊，还有电热毯啊，我应该要为冬天做准备了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一期视频呢就先更新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好喝好睡好，我们下一期视频见，拜拜。